在娱乐工业高度商业化的今天，快似乎成为主旋律，快走红，快变现，快被替代。但谭松韵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她的职业路径更像一条慢变量曲线。这种节奏并非保守，而是一种极具自知之明的选择。她清楚自己的优势并非一瞬间的爆发力，而是持续输出的稳定性。因此，他在选剧本时往往更看重角色完整度与成长空间，而不是短期曝光度。这种策略让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具备可积累性，观众对他的印象不是某一个角色，而是一种持续进化的演员形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慢带来了信任感。在观众潜意识中，他逐渐成为不会让人失望的演员。这种信任是流量明星难以复制的长期资产。当行业不断制造新面孔时，谭松韵却在悄然构建自己的长期主义护城河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大起大落，却始终在核心位置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赌运气，而是在经营时间。山与海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收视率 3.4% 这一数据上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标志着谭松韵完成了一次认知层面的跃迁。她饰演的方婉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励志女主，而是一个充满矛盾、犹豫甚至脆弱的普通人。她从山村来到城市，不仅面对物质困境，更经历身份焦虑、自我怀疑与价值重建。谭松韵在处理这个角色时，选择了一种极具克制的表演方式。她没有用情绪爆发去博取共鸣，而是通过细节，比如沉默时的眼神游移，说话时的停顿，甚至身体姿态的微妙变化，去构建真实感。尤其是他大量素颜出镜的决定，这不仅是视觉层面的去包装，更是一种表演态度，让角色凌驾于演员之上。在 CCTV8 和优酷播出后，该剧的讨论点集中在真实、接地气向身边的人。这说明他成功完成了从被喜欢到被相信的转变。标签是演员最初的通行证，但也是后期最大的限制。谭松韵早期凭借青春角色建立认知，但她并没有被困在其中，而是逐步拆解这一标签。关键在于，她没有对抗标签，而是延展标签。她依然保留自身的亲和力与自然感，但在情绪层次上不断加码。例如，在山与海中，她将柔软转化为韧性，让角色既有温度，也有力量。这种转型方式更加高级，不是推翻过去，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升级。这也让观众在接受新角色时不会产生割裂感。此外，他对生活感的理解越来越成熟。他的表演不再是演一个角色，而是成为一个人。这种变化往往只有经历时间沉淀的演员才能完成。因此，他的转型并非一部作品带来的，而是长期认知升级的结果。2026年4月25日，他作为嘉宾参与王栎鑫南京演唱会，这一事件的意义远超简单同台。他触发的是一场集体记忆复苏。当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观众所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，而是一种时间的对照，我们都长大了。这种情绪价值是影视作品之外的延伸资产。谭松韵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她的角色往往与观众人生阶段高度重合，因此更容易形成长期情感绑定。她的舞台出现不需要复杂设计，只要站在那里就已经唤醒情绪。这种能力是演员影响力的更高维体现。换句话说，她不仅在演戏，也在参与观众的人生记忆建构。蜀锦人家与洪门有喜的出现，揭示了她清晰的职业规划，横向扩展题材，纵向深化角色。在蜀锦人家中，与郑业成合作，他将挑战女性商业成长这一复杂主题。这不仅需要表演能力，还需要对时代背景与行业逻辑的理解。而洪门有喜在横店影视城开机，则进一步拓宽他在类型剧中的覆盖面。这些选择背后其实是一种策略，避免被单一题材绑定，同时不断测试自己的边界。他的每一个项目看似分散，实则构成一个完整结构，一个不断扩展可能性的演员体系。现实历史题材的接触，意味着他正在进入一个更高门槛的领域。这类作品通常要求演员具备3种能力：情绪控制力、时代理解力以及表达克制力。
对谭松韵来说，这既是挑战，也是机会。因为他本身的表演风格偏内敛，与历史题材强调的厚重感具有天然契合点。但真正的难点在于，如何在不夸张的情况下呈现时代张力，这需要极高的表演精度。如果他成功跨越这一阶段，他将彻底完成从受欢迎演员到行业认可演员的转变。在当下这个以曝光等于价值为核心逻辑的娱乐生态中，大多数艺人都在不断争夺注意力资源、热搜、话题、综艺、绯闻，甚至刻意制造争议，以维持存在感。然而，谭松韵却选择了一条几乎逆势而行的路径，主动降低噪音，让作品成为唯一放大器。这种策略的难点在于，他几乎放弃了短期流量红利。没有持续曝光，就意味着可能被市场遗忘；没有话题支撑，就很难在算法推荐中占据优势。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将被记住的方式从被看见转向被信任。他的公众形象始终保持克制、稳定、不失真。这种低波动的存在方式，让观众逐渐形成一种心理预期，只要是他出演的作品，至少在表演层面是有保障的。这种信任一旦建立，就会转化为长期的观众粘性。更深层来看，这其实是一种注意力重构。他不争夺注意力，而是筛选注意力，留下那些真正愿意为内容停留的观众。这类观众才是最具价值的长期受众。在品牌层面，这种干净、稳定、无风险的形象同样具有极高吸引力。它不需要频繁露面，也能维持商业价值，因为它代表的是可持续信任。可以说，它正在用一种更冷静、更理性的方式重新定义演员的存在方式，不是流量中心，而是内容核心。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谭松韵的职业轨迹其实是一条典型的持续升维曲线。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不是跳跃式爆发，而是结构性升级。早期，他通过青春题材建立情感连接；中期，他通过现实主义作品强化表演可信度；而当下，他正在向更复杂、更具厚度的角色体系过渡。这种路径背后是清晰的自我认知，他知道自己不需要成为最耀眼的那一个，但必须成为最稳定存在的那一个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他的成长方式具有极强可复制性抗性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成功并不依赖某一个爆款、某一个机遇，而是建立在长期选择与持续优化之上。这让他的职业生命具备更强韧性。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行业中，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资源，而他正逐渐成为这种稀缺性的代表。未来，他或许不会频繁占据热搜，但很可能会持续出现在优质作品名单中。他未必是讨论度最高的人，但却是被反复提及、值得信赖的名字。当行业周期不断更替，观众审美持续变化，那些依赖短期刺激的演员终将被淘汰，而像他这样不断进化、稳步升级的人，反而会走得更远。他的故事本质上不是如何走红，而是如何走久。